这是一部被众多影迷忽视的精品惊悚电影，曾获得过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外语故事片奖，其精彩程度可以与任何一部荒野求生类影片媲美，即便是跟提名12项奥斯卡奖的同类型作品《荒野猎人》相比，也丝毫不逊色。本期节目，天成就给大家带来这部由安东尼·霍普金斯主演的冷门惊悚片《势不两立》。故事的主人公拔叔是一名家财万贯的超级富豪，除了拥有巨额财富外，拔叔还娶了一位当模特的妻子艾拉。艾拉年轻貌美，身材惹火，跟拔叔也算是取长补短，珠联璧合。这天，拔叔陪同着娇妻乘坐私人飞机来到阿拉斯加原始森林拍摄野性写真。同行的除了拔叔和艾拉夫妇外，还有艾拉的专用摄影团队，领队是一位名叫豹哥的摄影师。一行人落脚的地方是一家位于森林边缘的民宿。当天晚上，原本已经吃过晚餐的艾拉又突然想吃点熏肉三明治当做宵夜，体贴的拔叔便独自来到民宿1楼的厨房给妻子制作美食。拔叔虽然是一位超级富豪，但他的身上丝毫没有很多有钱人骄纵傲慢的臭毛病。相反，拔叔不仅博学睿智，待人接物更是礼貌谦逊。他平时的2大爱好就是看书和精心照料妻子的饮食起居。就在拔叔忙着切割熏肉的时候，民宿1楼通向森林方向的后门突然被夜风吹开。拔叔猛然想起民宿老板白天的叮嘱，据说在屋内制作肉类食物时，千万要锁好门窗，否则可能会招来危险的棕熊。想到这里，拔叔赶忙上前先锁好门窗，然后再继续制作美食。谁知就在他刚做好熏肉三明治准备离开厨房时，一只巨大的棕熊忽地出现在他面前。拔叔顿时被吓得瘫坐在地，好在只是虚惊一场。这只棕熊只是由摄影师豹哥披着熊皮假扮，原来今天刚好是拔叔的生日，所以妻子艾拉和豹哥等人特意搞了一场恶作剧整蛊拔叔。随后众人纷纷送上了生日礼物，艾拉送给拔叔一只精美的怀表，上面还刻有她献给丈夫的甜言蜜语。豹哥的礼物是一把锋利的折叠小刀，拔叔对2人表达了真挚的谢意。不过喜欢多管闲事的民宿老板却总觉得这一幕看上去很别扭。事后他提醒拔叔要提防豹哥，因为在阅人无数的民宿老板看来，豹哥和艾拉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些暧昧。拔叔对此将信将疑，但他还是开始悄悄关注妻子艾拉和豹哥的一举一动。结果发现他们在拍照时的互动确实显得过于亲昵，不过除此之外，2人好像也没有其他明显的越轨行为。拔叔只得留了个心眼，继续暗中观察。这天在结束拍摄之后，豹哥专门找到拔叔，想借用一下他的私人飞机前往原始森林深处，给一位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猎人拍摄一组照片。本来就对豹哥心存芥蒂的拔叔本想直接拒绝对方的请求，但艾拉一直在旁边给豹哥说好话，还怂恿拔叔也去森林深处探险。拔叔经不起娇妻的软磨硬泡，最终答应陪同豹哥一起前往目的地。同行的一共有4个人，除拔叔、豹哥以及飞行员外，还有一位名叫阿莫的黑人小哥，是豹哥的摄影助理。飞机行至中途，豹哥跟拔叔聊了几句心里话，他表示自己非常羡慕拔叔的生活，对方不仅拥有花不完的财富，还有一位性感迷人的娇妻陪伴，简直是羡煞旁人。拔叔敏锐地捕捉到了豹哥语气中的羡慕和嫉妒，甚至还透着几分杀意。于是他半开玩笑地问了豹哥一个问题：你打算什么时候杀死我，然后取代我的位置呢？豹哥一听这话，脸色陡然巨变，像是被拔叔戳中了隐秘心事。就在机舱内的谈话氛围陷入尴尬之际，飞机突然撞上了飞行的鸟群，随即失控坠入下方的湖泊。运气不佳的飞行员当场丧命，好在拔叔、豹哥和阿莫都没有受伤。拔叔和豹哥急忙打开舱门准备逃离，这时2人发现阿莫被安全带卡在座位上不能脱身，眼看马上就要淹死。危急关头，豹哥倒以仗义，只见他直接丢下同伴，自顾自地游向水面。拔叔则不愿眼睁睁地看着阿莫就死，他掏出随身携带的那把豹哥赠送的折叠小刀，割断安全带救出了阿莫，接着又带上飞机里的一只应急求生包游向了岸边。等到3人上岸后，才发现求生包里只剩下几根火柴和一根燃烧信号棒，里面的其余物品都已在事故中遗失。3人此时浑身被湖水浸透，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。为了不被冻死，他们捡了一些枯树枝准备生火取暖，可火柴燃起的微弱火苗根本无法引燃柴堆。行事冲动的豹哥不顾拔叔的劝阻，执意用唯一的燃烧信号棒点燃了篝火。虽然暂时解决了不被冻死的问题，却也失去了唯一求援的机会。
熬过一夜之后，性格沉着冷静的拔叔向豹哥和阿莫分析了目前的情况。此时身在民宿的艾拉等人如果发现他们4人一夜未归，肯定会意识到他们遭遇了危险，从而呼叫直升机前来搜救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里人烟罕至，到处都是树木丛林，唯一的燃烧信号棒又在昨晚点火时用掉，而且森林里昼夜温差极大，也没有任何食物储备，恐怕他们3人根本不可能活着等来搜救直升机。不过按照此前飞行的距离推算，这里离印第安猎人居住的小屋大概只有几十公里，尽管森林里杂草树木丛生，走到小屋估计需要10几个小时，但目前3人的最佳自救方案仍然是徒步前往猎人小屋。为了能辨识方向，拔叔利用书本上学来的常识，将随身携带的一枚别针摩擦生磁，做成一个简易的指南针。有了大致的方向，3人很快上路前行。然而他们还没走出多远，就被一只体型壮硕的大棕熊拦住了去路。熊老弟用一种饥饿难耐的眼神死死盯着拔叔等3人，显然是将他们当成了送上门的外卖。3人顿时吓得落荒而逃，结果还没跑出多远，又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去路。危急关头，拔叔再次急中生智，让豹哥和阿莫用一棵倾倒的大树搭建了一座木桥。谁知豹哥和阿莫刚走过木桥，熊老弟就追了上来。这家伙像是饿极了，挥动着有力的熊掌疯狂拍打着木桥。正走在桥上的拔叔经不住熊老弟的折腾，立马从桥上滑落，掉进了河里。好在豹哥和阿莫及时施救，拔叔才侥幸逃生。经此一事，他终于打消了对豹哥的怀疑。如果对方对自己动了杀机，又怎么会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呢？熊口脱险之后，3人继续上路赶往猎人小屋，结果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昨晚生火的湖边。拔叔猜测可能是自己腰带上的金属扣触碰到了别针，导致别针消磁，因而没能准确指对方向。就在拔叔准备重新给别针摩擦生磁时，已经失去耐心的豹哥气急败坏的一把夺过别针扔进了湖里。旁边的阿莫此时也变得十分焦躁，两人都觉得拔叔辨别方向的方法完全不靠谱，并自暴自弃地嚷嚷着3人都会死在这片森林里。拔叔只得耐着性子安抚两人的情绪，随后他先将身上的小刀交给阿莫，让其削一根树枝当做鱼叉，用来叉鱼当食物。接着又转头向豹哥承诺，自己一定会尽力将他和阿莫带出森林。没想到拔叔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不远处的阿莫发出一声惨叫，原来这货在削树枝时不小心划破了自己的大腿。拔叔赶忙用衣服给阿莫包扎住伤口，然后撕下阿莫染血的裤腿，让豹哥将其埋进土里，以免大棕熊闻着血腥味追踪而至。但豹哥完全没将拔叔的话放在心上，他顺口答应后，由于嫌麻烦，就随手将裤腿扔到附近的一根树杈上。不久，夜晚再次降临，大棕熊果然循着血腥味来到了这里。行动不便的阿莫很快成了熊老弟的口粮。幸好熊老弟性格单纯，饱餐一顿后就没有再对拔叔和豹哥下嘴。第二天天亮时，森林中的气温骤降，天空还飘起了雪花。拔叔和豹哥都冻得瑟瑟发抖，但拔叔仍未放弃求生的希望。他用木棍和藤条编织了一个陷阱，成功捕获了一只小松鼠，两人勉强用其填饱了肚子。这时头顶传来直升机的声响，拔叔和豹哥欣喜若狂地跑到开阔地带，对着直升机大声呼救，想要引起搜救人员的注意。可惜直升机上的人并没有发现他们，两人只能绝望地看着直升机渐飞渐远。此时的拔叔也不免有些心灰意冷，因为他非常清楚救援人员通常不会重复搜寻同一片区域，换句话说，两人已经不可能再等来救援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那栋位于森林深处的印第安猎人小屋了。幸运的是，拔叔昨天夜里已通过北极星定位了小屋的方向，所以不太可能再次迷路。随后两人强打精神，继续朝着猎人小屋的方向迈进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天色又一次暗了下来，两人再次感到饥饿难忍。拔叔让豹哥找一个背风的地方，用火柴点燃了一堆篝火，他自己则利用妻子赠送的怀表链制作了一只简易的鱼钩，来到河边钓鱼。结果鱼儿没有上钩，大棕熊又循着两人的踪迹追到了河边。看来这货身体棒棒，吃嘛嘛香，肠胃消化的还挺快。拔叔见到熊老弟后，拔腿跑回豹哥身边，并用燃起的篝火暂时驱赶走了大棕熊。但老是被这家伙当成外卖寄鱼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拔叔左思右想之后，决定寻找办法干掉大棕熊。他曾在一本书中看到过一个11岁小男孩猎杀棕熊的事迹。男孩杀熊的秘诀就是先激怒棕熊，等到对方扑向自己的瞬间，
再用一根竖起的长矛对准棕熊的要害，在惯性力作用下，长矛直接刺穿了棕熊笨重的身体。男孩借此完成了对力量远超自己的棕熊的反杀。拔叔准备如法炮制，在他的鼓励下，豹哥也抖了抖精神，下定决心和棕熊决一死战。两人先用坚硬的树枝制作了几根尖锐的长矛，接着割开自己的手指，用血腥味将大棕熊引了过来。随后两人开始用长矛不停地捅刺熊老弟的身体。尽管他们的这种招数根本伤不了皮糙肉厚的熊老弟，但却将熊老弟捅得十分烦躁。熊老弟在盛怒之下扬起硕大的熊掌，先是一掌拍飞了豹哥，然后转身扑向了拔叔。拔叔瞅准时机，将长矛牢牢卡在石缝之中，等到熊老弟飞身一跃，意图扑倒他时，竖起的长矛不偏不倚，精准地刺穿了熊老弟的要害。熊老弟倒地抽搐了几下，便彻底没了动静。杀死大棕熊后，拔叔和豹哥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。等稍事休息恢复体力后，两人切开熊肉烤熟，饱餐了一顿。随后又剥下厚实的熊皮，制作了2件真皮大衣。有了御寒的衣物和足以充饥的食物，接下来的路程就变得格外轻松。两人很快抵达了印第安猎人的小屋，可猎人此时并不在家，不知是出去狩猎还是进城采购。得不到猎人的帮助，拔叔和豹哥还是无法离开这片森林。好在两人很快发现小屋是临河而建，河边还停泊着一只小船。从猎人家里的地图可以看出，只要乘坐小船顺流而下，就能走出这片树林。就在拔叔觉得他们终于可以脱险时，豹哥不知何时从小屋内翻出了一把猎枪，并将枪口对准了拔叔。原来拔叔此前的怀疑完全没错，自己的妻子艾拉和豹哥果然有一腿，豹哥也确实在寻找机会做掉拔叔，然后再迎娶继承拔叔遗产的艾拉，完成一夜暴富的梦想。此前拔叔掉进河里，豹哥之所以主动施救，只是因为他觉得如果拔叔当时就死了，仅凭他和阿莫根本走不出这片危机重重的原始森林。现在眼见就要脱险，豹哥这才露出本来面目。为了不在小屋里留下血迹，引起归来的猎人怀疑，他特意用枪将拔叔逼到屋外。然而就在豹哥准备扣动扳机时，他的脚下突然踩空，整个人旋即掉进了一口猎人用来捕熊的陷阱。陷阱里的尖刺扎穿了豹哥的大腿，剧烈的疼痛很快让豹哥晕了过去。原来豹哥在小屋里翻找猎枪的同时，行事谨慎的拔叔已在小屋的周围转了一圈，并发现了这口陷阱。刚才豹哥意图杀人时，拔叔于是将计就计，将豹哥引到了陷阱边上，最终致使对方掉了下去。尽管豹哥已经受伤晕厥，但拔叔并没有趁机痛下杀手。他曾经承诺要带着对方离开这片森林，如今也不想就此食言。况且他也不允许让自己沦为一个杀人凶手。最后拔叔将豹哥从陷阱里拖了出来，并为其包扎了伤口，然后又将他背上小船，带着他一起乘船顺流而下。半路上豹哥从昏迷中醒来，嘟囔着自己很冷，看来这货是因为伤口发炎发起了高烧。拔叔只好将船停靠在岸边，然后给豹哥点火取暖。看着眼前这个睿智、平静又仁慈的男人，豹哥感到羞愧难当。他向拔叔表达了真诚的歉意，并表示自己意图杀死对方一事，艾拉毫不知情，希望拔叔不要迁怒于自己的妻子。就在豹哥向拔叔忏悔的同时，两人的头顶上再次传来救援直升机的声音。拔叔急忙找来一些潮湿的树枝盖在火堆上，熄灭的火堆随即升起滚滚浓烟。救援人员因此发现了河岸边的两人。然而等到飞机降落时，豹哥已经因为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。故事的最后，拔叔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回到了此前租住的民宿。此时的民宿里聚集着一大群记者，记者们都想采访一下眼前这位超级富豪最近几天的冒险经历，但拔叔只是越过众人，径直来到妻子艾拉身边，将一块手表交给了对方。这块表是豹哥的遗物，也是艾拉送给豹哥的定情信物。手表的背面刻有艾拉献给豹哥的情话。面对不忠的妻子，拔叔一时间心绪难平，但终究什么也没说。当围观的记者们询问拔叔其他人是怎么死的时，拔叔沉痛地回答了一句：他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。就这样，他将体面留给了每一名死者，包括那个意图杀死他的情敌。除了《沉默的羔羊》系列之外，安东尼·霍普金斯还演过不少质量上佳的其他惊悚类电影，比如《惊情400年》、《本能反应》、《人性污点》、《破绽》等，当然也包括这部相对冷门的《势不两立》。影片看上去只是一部荒野求生的冒险片，
但其中的内涵却相当丰富，涉及了信念、勇敢、智慧、爱情、背叛以及善与恶、罪与罚等诸多要素。总的来说，是一部故事简洁有力、主题非常深远的电影作品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喜欢悬疑推理探案影视剧的小伙伴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下期见。